大家认识我们身体上的其中一个器官哦。那你知道吗？我们人体最大的器官是什么呢？是脑吗？肺部？我们的心脏？还是我们的肝脏呢？其实都不是哦，其实就是我们的皮肤哈。OK， 那皮肤呢，其实占我们人体的体重的15%。那假设如果你现在是70公斤的话，那你皮肤大约是占了一个10.5公斤哈。那皮肤重要吗？当然重要哦。那皮肤其实它有很多功能，除了帮我们保护我们内部的器官之外呢，其实它还帮我们调节我们的体温。再来呢，它就是让我们感觉到，有人 touch 我们，就是触觉啊，让我们感觉到有触觉。还有一个重要的呢，就是让我们的身体不会那么容易的流失掉水分哦。那我们来更深入的了解皮肤的层次，皮肤里面到底住着什么东西呢？我们一起来探讨吧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先来探讨一下我们皮肤的最外层次，就是我们皮肤的表皮层哈。那皮肤表皮层呢，其实主要功能就是保护我们的身体免受外界的伤害。那表皮层呢，其实还可以细分进去5大层次，就是最外面一层就是 stratum corneum 我们的角质层，再来就是我们的 stratum lucidum 透明层，我们的 stratum granulosum 颗粒层，还有就是我们的 stratum spinosum 有机层，还有就是我们的 stratum basale 基底层。这5大层次是组成我们的表皮层的。那这5大层次呢，其实各有各的那个功能哈。最主要我来跟大家讲，就是我们的角质层哈。角质层就是大家所谓的死皮。那死皮有作用吗？当然有哦。这层次呢，其实主要也是保护我们的皮肤免受外界环境的伤害，还有就是防止我们水分很容易流失、很容易蒸发掉的一个层次。那这个角质层的厚度呢，其实很取决于我们的年龄层。为什么呢？当我们年龄增长的时候呢，其实我们的皮肤代谢的周期，就是我们皮肤多久会换肤一次。那比如说一个年轻人来说，通常一个年轻人的皮肤代谢周期会是28到30天的。那如果是比较中年期，可能它的代谢周期会是35到40天，可能更老的人可能是45到50天哈。那你就会发现到，如果年纪比较大的人呢，他的角质层的厚度会比较厚 ，That's why 他们的皮肤你会感觉到会比较粗糙，会比较干燥的。第一个层次我想要带大家认识的就是我们的第4层，就是有机层哈。有机层是什么意思呢？有机层里面那个皮肤的细胞其实它形状是比较刺的，有刺的感觉的。那这个层次是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？其实它就是起了一个免疫力的作用啊，就是当我们的皮肤不小心接受到外来的 infection， 就是外来的感染的时候，我们的这一层的皮肤，就是那个有刺的皮肤就会去 detect 到，它就会感应到过后呢，它就会叫很多士兵、很多 soldiers 就是很多的一些细胞来打仗，开始处于一个打仗的状态。这一层次呢，其实就像我们的士兵啊，就像我们的士兵帮我们保护我们整体的那个免疫力的系统啊，它可以启动我们整体的免疫力系统，不要受这些细菌或者一些病毒的感染。然后再来有一层呢，就是最底的基底层。基底层就是下面我们表皮层最基底的一层。为什么我要这样强调这一层呢？因为这层次呢，住着我们一个大家都比较 familiar 的一个细胞，就是分泌黑色素的母细胞，也就是我们 melanocyte。那这 melanocyte 呢，其实当它在受刺激过后呢，它就会分泌出很多的黑色素，黑色素就会慢慢的被 transfer 到我们的角质层那边去，然后堆积在那边。OK， 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更深入的去看多一层次哈。接下来下一层就是我们的真皮层哈。那大家可以看到，真皮层其实在3大层次当中呢，它是占得最厚的一层次哈。那这个层次里面呢，住着谁呢？其实就是住着大家都很喜欢的胶原蛋白，一些胶原蛋白啊，一些纤维组织啊，都是form out 这一层次的。那主要呢，这个层次呢，主要是 support 我们的皮肤，同时提供我们的皮肤一些营养啊，还有就是一些氧气的。那这一层次住着谁呢？我们来看一下，大家有看到这个我们的皮肤上面会有的毛发哈。那毛发接下来
看进去呢，其实就是我们的 hair follicles， 我们的发线的那个组织哈。那我们看最底的，这是我们的发根哦。发根呢，其实旁边你会看到住着一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呢，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油囊哈。那皮肤出油的时候呢，其实就是它 detect 到我们这个层次真皮层这个层次缺水的时候，那它就会启动这个油囊。油囊呢，其实就会分泌出油脂，然后从我们的毛孔那边被分泌出来，然后你会觉得，我们的皮肤毛孔会油油的。为什么会要出油呢？为什么皮肤干燥会要出油呢？其实这个油的层次呢，帮我们 cover 着我们的皮肤，多一个层次保护，不要让我们的皮肤的水分更加容易的蒸发哈。所以呢，这就是我们的油囊哈。那除此之外呢，你会看到这个好像个线的东西啊，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汗腺。汗腺负责什么呢？帮我们流汗，流汗也是从我们的毛孔出来的。然后再来呢，就是你看里面住着很多，刚才我说这个层次呢，给我们的皮肤很多氧气呀，很多营养，其实就是从我们的血管，我们血管是负责输送这些营养啊，还有就是氧气给我们的皮肤层次。然后再来呢，刚才我讲就是让我们有触碰感啊，就是我们的触觉那些，就是很多神经线啊，这些神经线也是坐落在这一个层次的。那刚才呢，我们主要的都是介绍大家就是住在真皮层里面的东西哈。那我们来谈一下，那真皮层的环境啊是由什么组成的？那刚才呢，我也是有提起，这一层次呢，主要有的是我们的胶原蛋白哈。胶原蛋白其实占真皮层的75%。那其他呢，可能会有一些弹性蛋白啊，就是我们的 elastic fibers 啊，一些纤维蛋白啊，就大家就是一起把这一层次组成，然后由它去支撑整个皮肤的重量的。那讲了我们的真皮层呢，其实还有一层就是我们的皮下组织哈。那皮下组织呢，也是由几个组织组成的。那第一呢，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我们的皮下脂肪组织哈。那皮下脂肪组织，大家听到脂肪两个字是不是会比较敏感呢？那这个层次呢，这个皮下脂肪组织呢，其实是由我们的脂肪细胞组成的。那这些脂肪细胞呢，它可以提供我们身体要的能量，其实还可以保护我们的皮肤啊，它可以减低很多外界的一些撞击力。就比如说，如果好像我们身体撞到东西的话，如果有这个脂肪组织、脂肪细胞的话，它帮我们减少那个撞击力啊，帮我们 absorb 掉一些 energy、一些 pressure 的那个能力哈。那除了这个脂肪组织呢，其实还有一些就是筋膜层啊。筋膜层呢，就是在介于我们的 muscle 还有就是我们的骨之间的一个层次，一个薄薄的一层次。那层次呢，其实 mainly 主要也是里面有胶原蛋白呀，就是也是起了一些支撑的作用的。那除了筋膜层呢，还有就是我们的肌肉，就是我们 muscle layer， 还有再来就是我们的一些淋巴组织哈。那这个呢，就是我大概带大家的一个更深入了解我们的皮肤的那个组织哈。那其实现在我们医美的治疗哈，它通常什么治疗是针对哪个层次的皮肤呢？其实都是要看你做什么样的治疗哈。那我们来先从表皮层的治疗开始哈。那表皮层会出现什么问题呢？会有一些表层斑啊、毛啊，就是痣类型啊、痘痘印啊，还有就是我们的那个毛孔粗大的问题。那什么治疗可以针对到这几个问题呢？其实就是一些果酸类型，一些比较冒啊、比较酸性比较没那么强的 salicylic 啊，或者是一些glycolic acid 的 chemical peeling。那再来呢，就是我们的laser 型其实也是要取决于它的波长哈。如果是介于500到700之间，其实它是more towards是比较表层的，就好像如果我们用532或者是660纳米的一个波长的laser 的话，它是针对我们表皮层的黑色素来去治疗我们的表层斑的。再来呢，就是我们的真皮层哈，真皮层会出现什么问题呢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，就是胶原蛋白的流失啊，我们的弹性蛋白的流失那些，最后呢，其实会导致我们的真皮层啊，可能没那么弹性，就会导致我们的整个皮肤它支撑度没有那么好的话，我们的皮肤就开始下垂，
或者是皮肤开始出现很多细纹哈。OK， 那什么治疗可以针对到这个层次呢？其实 laser 就是我们光疗呢，白光的话，它的波长会比较长，所以它可以达到这个层次的皮肤，可以去促进我们 collagen synthesis 啊，然后还有就是去治疗我们的一些皮肤上的斑的问题。OK， 那除此之外呢，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大家都比较知道的，就是我们的HIFU哈。HIFU层次呢，其实就是专门针对我们的真皮层，还有刚才我所谓的筋膜层哈，就是皮下组织的筋膜层。那这个呢，其实它是用超声波转换成热能，去刺激我们的胶原蛋白，产生更多的胶原蛋白，让这个层次，刚才我所谓，如果老化的皮肤它会比较松弛的话，它去慢慢建立回那个厚度，去让我们的皮肤更能支撑我们的皮肤哈。那HIFU呢，就是针对我们的真皮层这个 layer 的。那皮下组织就是刚才我说的筋膜层，也是由HIFU去针对到的。那现在大家有比较了解到我们的皮肤构造、皮肤的功能啊，还有就是如何去针对层次问题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哈 ？OK， 那我希望大家可以从这个视频上学习到一些东西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呢，可以点赞，可以帮我分享出去给你们的身边的朋友啊，或者是家人，让他们一起学习皮肤的知识哈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哦，拜拜。